把钢钉打入锂电芯会发生什么？我一会儿要拆解和测试的是这个移速小盾芯磁吸无线充电宝。它用的是新一代半固态安全电池。后面的内容有一个一镜到底的穿刺实验，你可以在红外光下看见被穿刺后的电芯是如何变得平静的。我手里的这个是5000毫安时的版本，型号是 MSP07， 机身很小巧轻便。它的外壳有一种类似贝壳质感的纹理，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磁吸接口除了环形对齐磁铁，还有角度固定的磁铁。整个机身只有一个物理按钮，是用来激活设备和显示电量的。电量的显示用的是5段式 LED 指示灯。除了磁吸充电口，在机身的底部还有一个 C 口，可以用来充电和放电。机身的重量实测只有 117.5 克，是足够轻便的。我用2个测试仪扫描 C 口的充电协议，它们有一些不同的结果。主流的充电协议都支持 PD 3.0、QC 2.0、QC 3.0、华为 FCP 和 SCP， 还有三星 AFC 和苹果的 2.4 安协议。参数表上面讲 USB-C 口输出只支持5伏2安和9伏2安。实测的结果PD 3.0、QC 2.0 还有三星的 AFC 确实只有这2个档位。QC 3.0 实际可以工作在5到9伏的电压，华为的 SCP 实际可以工作在5到 8.7 伏的电压。所有的5伏档位最大能输出 3.2 安的电流，16瓦的功率。所有的9伏档位最大能输出 2.2 安的电流，20瓦的功率，还有12伏档位最大能输出 1.7 安的电流，20瓦的功率。不过 SCP 的5伏档位最大能输出 5.4 安的电流，25瓦的功率。在 8.7 伏这个档位最大能输出3安的电流，25瓦的功率。这确实没有想到 C 口的输出能力已经超过了参数表标注的值。C 口的电源纹波5伏空载只有10毫伏，9伏空载是10毫伏，12伏空载也是10毫伏。5伏满载的纹波是38毫伏，9伏满载的纹波是90毫伏，12伏满载的纹波是120毫伏。所有档位的纹波都没有超过国标限制的120毫伏。MSP07 的无线充电功率最大值标注的是 7.5 瓦。实际测试 BPP 和 EPP 模式在加载的时候，最大功率可以超过5瓦，瞬间会接近6瓦的输出。但是用苹果的协议测试，可以稳定输出 9.7 到 9.8 瓦的功率。具体到手机上能够获得多大的充电功率，就得看手机厂商如何去设定充电管理程序了。MSP07 在参数表上有标注 C 口和无线充电可以同时放电，各分配5瓦的功率，最大输出是10瓦。但是实际测试的结果显示能够输出更大的功率。我们先让手机接入 C 口充电，能够达到9伏 1.3 安11瓦的充电功率。随后接入无线充电，你会看到重新分配了功率，手机获得的充电功率降低到了 9.4 瓦，无线充电的功率输出能够达到 5.4 瓦。这个功率分配的结果也是一种惊喜，起码它比标称的功率大了不少。参数表上并没有标注 MSP07 能不能够边充边用，
我先用无线充电，这个时候输出的是10瓦功率，然后在 C 口接入充电器。C 口获得了 4.8 伏 3.2 安16瓦的功率输入。无线充电的功率虽然降低到了 5.4 瓦，但是还是能够超过5瓦的，所以 MSP07 是可以边充边用的。我这里现在的气温是14度。通常无线充电的转换效率是低于有线充电的，也就是说发热量会比有线的更大。我们用福禄克的热像仪观察一下全功率输出下的无线充电有多大的发热量。看热像仪的画面，现在 MSP07 处于冷却状态。目前的输出功率是9瓦，当前的时间是14.56分。10分钟以后，温度只升高到了 21.2 度。15分钟以后，温度是 22.5 度，只上升了 1.3 度，比人体的37度体温还是低了不少。看起来 MSP07 的发热量是挺低的。看 C 表的显示，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 0.28 瓦，是充满的状态。我们用5伏2安10瓦的功率对它放电，并且记录数据。这是放电的数据，整个放电过程都维持在5伏2安，中途没有降低过。放电过程持续了1小时31分钟，放出的能量值是 16.2121 瓦时。放电效率按 87% 来估算，标称的能量值是 18.5 瓦时，应该放出是 16.095 瓦时，实际放出的能量值是比这个多的。保持现在完全没有电的状态，给它充电。充电功率降低到 0.07 瓦，现在已经充满。这是充电的数据，充电开始的前3分多钟是5伏2安10瓦在充电，之后升高到5伏3安15瓦充电，中途有7次短暂的暂停，我猜测这是在做充电的状态检测。15瓦的功率一直维持到1小时7分钟，然后功率逐渐下降，直到充满。整个充电过程持续了1小时44分钟，充入了 20.7223 瓦时的能量。这种单电芯的充电宝是降压充电，所以转换效率会比较高。我们按 90% 来计算，充入了大概 18.65 瓦时的能量，是比额定值要高的。所以估算下来，标称的能量值 18.5 瓦时是足量的。我的测试仪只有环形对齐的磁铁，没有这个角度固定的磁铁，所以测量的结果会比标称值略微偏低。实测下来，缺少一个磁铁的情况下，磁吸的力度最大达到了800克以上，最大值出现在840克，这是一个不错的测试结果。MSP07 的包装盒里搭配了一根双 C 口的充电线，我测试过了，可以连接 USB 2.0 的设备。这是一根低功率的充电线，所以没有 eMark 芯片。这根线的长度是30厘米。实测它的内阻只有53毫欧，是一个比较低的阻值，估算是可以承受6安的电流。我用电离辐射的测试仪靠近 MSP07， 在1分钟的观察里面，数值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表示它的原材料里面不包含电离辐射的元素，是安全的。这个是它的 3C 认证标志，型号是 MSP07， 能量值是 18.5 瓦时。
唯一的这颗物理按钮是铝合金的，这个背盖也是铝合金的材质。刚才拆的时候，这里有被镊子伤到，但是电池没有问题。这个东西是导热硅垫，用来散热的。这是发光 LED 的柔光板，这是一个导电的金属网，应该是屏蔽用的。正面的外壳是塑料的材质。这是电芯的 3C 标志，容量是5000毫安时，能量值是 18.5 瓦时。这里这颗控制芯片，它的型号是 SW6206，背面还有一颗大的控制芯片，它的型号是 MV1J0H。整个电路板是做的挺简洁的，关键是这个电芯到底有多安全。现在电芯的电压还有 3.5 伏。无线充电现在也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有线充电现在也可以正常工作。在钢钉打入的一瞬间，你会发现钢钉让电芯短路，电压突然降低了。注意看，现在的时间是0点19分。我会让钢钉在电芯里面保持10分钟。看电压表，电池的电压在逐渐恢复。我估计是钢钉的短路电流正在减小，直到4分钟以后才开始缓慢下降。现在看热像仪的画面，钢钉的短路电流让钢钉在持续发热，但是电芯的温度并没有剧烈升高，反而比钢钉的温度还要低很多。直到10分钟以后，我拔出钢钉，电芯也没有剧烈的发热和燃烧的趋势。在12分钟的时候，连接无线充电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然后又换成 C 口给手机充电，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看，被钢钉打穿的电芯并没有剧烈的燃烧和爆炸，也没有冒出浓烟，所以 MSP07 的电芯是足够安全的。好了，这就是移速小盾芯磁吸充电宝的全部拆解和测试。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